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：拜登访乌，放弃空军一号，改坐10小时绿皮火车，竟有内情。拜登突访基辅细节曝光，为何不坐空军一号？为什么美国会永远地说这次拜登访问，俄罗斯知道乌克兰人不知道的事儿？今天我们论评一下拜登突访基辅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。美国总统拜登对乌克兰基辅的闪电访问，带给世界是一个复杂的感受。这位全球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，通过特殊的被称之为冒险的访问，除了明确表达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，同时树立起好战者和和平麻烦制造者的形象。毕竟世界需要和平，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下，人们才能追求更好的生活。但是拜登多次阻止了乌克兰想要和谈的意愿，并迫使盟友一同为乌克兰送来了武器。不管如何，死的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，炮弹是在乌克兰的领土上爆炸。美国人虽然表面上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援助，但是因为欧盟拒绝俄罗斯的石油，美国得以创造了日均销售原油1180万桶的新纪录，美国人是赚翻了。至于乌克兰人对于和平的渴望，对于拜登来说并不重要。另外，按照最新披露，拜登冒险访问乌克兰基辅的行程显示，拜登此次访问可能不会达到他想要的效果。什么效果呢？一位有魄力的支持盟友的总统形象。因为这次拜登的访问显示，白宫征求了俄罗斯的同意，并且俄罗斯知道乌克兰人不知道的消息，这让拜登的访问效果大打折扣。公开的信息显示了拜登行程如下：美国时间周日的凌晨3点30分，拜登从华盛顿出发前专程通知了俄罗斯，他要去基辅了，并向俄罗斯寻求了安全保证。毕竟乌克兰的领空不是由美军及其盟友掌握的，这次他没有乘坐专为美国总统准备的空军1号飞机，而是乘坐了一架波音757改造的空军 C-32军机。这个暂且不知道是不是美俄两国商定的内容。4点15分，拜登乘坐的 C-32从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，飞机在德国短暂停留并加油，然后飞往了波兰热舒夫机场，这是美军军援乌克兰武器的落地机场。这个过程 C-32全程关闭了航行信号，从放弃空军1号到关闭 C-32的航行信号，这一切都偷偷摸摸地进行。然后拜登乘坐一辆火车从波兰到达基辅，需要注意的是，这辆火车行驶了10个小时，应该就是我们国内所说的绿皮火车。说实话，这对80岁高龄且日理万机的美国总统拜登来说，的确不太容易。周一早上8点，历时28个半小时，拜登出现在基辅。5个小时之后，拜登离开基辅。在基辅时，拜登还被迫放弃了为美国总统准备的豪华轿车，而是乘坐一辆白色的 SUV 出现。另外，拜登在基辅时，美军的 E-3预警机以及 RC-135W 侦察机在波兰上空对基辅进行监视，但没有进入乌克兰领空。或许这也是美国人同俄罗斯人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。就如同美国媒体报道这件事时说的那样，拜登这次突访乌克兰基辅，俄罗斯知道乌克兰人不知道的事情。这样的报道让人感觉到美国人的有怨。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拜登访问之后，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证实了这一点。梅德韦杰夫说，拜登前往基辅前获得了安全保障。梅德韦杰夫可以说是俄罗斯的2号人物。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，他这样的声明伤害性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。很显然，这是一次美国人同俄罗斯人商量协调之下的访问行程。这对拜登访问基辅效果大打折扣，也让人感觉拜登是一位冒险好斗但又胆儿小的美国老头儿。
否则，凭借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凭啥要事先求得俄罗斯的同意，并放弃空军1号总统专座，坐10小时的绿皮火车到达基辅呢？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